所以他就奇怪，妹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转过去看，她妹妹在跳舞，她是跳这样，很像是人把她的手提起来，有提线木偶，提线木偶的感觉。对。后来那个她妹妹就在后面跟她说：“好可惜哦，明天阿朱就要回来了。”香烟沉沉映乾坤，点起青山透天明。金鸟奔走云见，玉兔光辉似车轮。鬼影追，大便一大堆，今天来了4堆，好不好？面白大丈夫，来欢迎4位。伟明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面白大丈夫的董轩，我是阿亮，我是木森，我是耿贤。哇塞，这个我已经大概将近20年没有看过这种大的场面哦，真的吗？不是，你看现在电视台，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不景气很久，尤其是娱乐事业。对，80年代的时候很容易就一个节目，不管大小，来一堆来宾，群星会，对，那时候好久还有香港来的，对，好久没有一次看到4位巨星来到。没有，我们才是真的看到了一个大巨星，只有他是巨星而已，是星星的星啊，像星星。来4位一起来我们节目，应该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就是一团。那可不可以先把我们的关系介绍一下，在这个团里面？好，那我是董轩，我是面白大丈夫的团长。那我跟耿贤是搭档，对，就我们里面还有一组一组的搭档，然后我跟他是搭档，对，因为我们是讲漫才，是要一个吐槽一个装傻的，对。然后另外一组搭档就是声亮，对，那个你帮我介绍一下，你帮阿亮是装傻，然后木生是吐槽。那如果是团里面的职位，我是团长，然后阿亮是副团长，耿贤是我们的创意总监，那木生是我们的那个戏剧总监，戏剧担当。你们这团体就4个人，对，就4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幕后什么？也有，我们幕后大概还有6位。所以整个团队大概10个人。不，幕后有6位，你们干嘛4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忙呢？他又是什么，又是什么。一开始是4个人开始起家，一开始4个人做的，所以一开始是校长兼撞钟，就是要演出，然后要导演，要编剧，要行销，要宣传，要社群，要售票，要税务，要会计，我们都自己干。你们这个表演的漫才的场地是自己的吗？不是自己的，是去跟政府借的，所以我们去全台大概会去6到7个县市巡回，52周里面有27周都在巡回演出，等于大概一半，就每2周就要巡回一次。然后只有你们，对，只有我们4个，然后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feed 的一些嘉宾，但基本上就是我们4个。好屌哦！没有，就是所以就一刚开始就兴趣啊，就没想到运气很好，就越做越大这样子。当然，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有这个实力去做这样的巡回，而且已经很多年，而且固定，对，算是蛮固定，对，都做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已经累积了不止一批成熟的观众，还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对，所以我们都先用现场，然后去养我们的 YouTube 观众。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做 YouTube 应该赚很多钱，我们反而 YouTube 是赔钱的，我们是赔钱在做，因为那个东西就像我们的广告费，就是让大家更多人了解我们之后，他才有机会去线下看我们的演出。所以等于是我们是先做现场，然后现场赚到钱之后去养 YouTube， 所以 YouTube 有点像我们的电视台。我们做了很多节目，让大家更多人熟悉我们。不然一刚开始如果只有小群的观众，其实基数扩不大，因为我就只有在现场看你，看完其实2-3个月，甚至不要说2-3个月，可能2-3礼拜我就忘记了。我就忘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忘记你的内容。虽然说当下看是很好笑，没错。所以我们 YouTube 变成是每周会更新一支影片，让大家有得追。那有得追，就那个黏着度就会持续提升的。可是你不觉得这逻辑顺位是不对的吗？对，应该拿 YouTube 去赚钱。对，然后再去养现场。
对不对？对，但一刚开始，因为我们4个出来做的时候，我们都不是除了木生以外，我们都不是非科班出身的。都是非科班，都是非，都是你们都非不是非科班，我们所以你们就不是科班的，都不是科班。对你这种讲法，直接讲说我们是科班，不就完了吗？双重否定的，双重否定我们都不我们都非科班。我们非都不是科班就好了啊，都不是科班就好，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们一刚开始做的还是一般的上班族。然后我们边做的时候才边想要创这个业，然后那时候想说创业最简单就 YouTube 不晓得要砸多少钱才能回本嘛，但是现场最快，因为现场我光票房我就可以预估说，哎，我这一档要花多少钱，然后有多少档营收，那利润很快就算出来，所以我们才先从现场出发。因为我讲真的对，你们4个虽然穿得很素，可是我们当艺人的，我们是感觉人的气。你们在里面的气场让我觉得很大。气场真的吗？真的吗？对，听得出来。而且你们那个气场的大是很有活力，你们应该要这样干，这样弄，真的。既然来了，大家都聊到，你们今天也要跟我们分享鬼故事，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真的很多剧场，有太多的鬼故事是发生在剧场里面。对，剧场是巨婴的嘛？对，我的儿子在加拿大念那个 UBC 的那个舞台剧科，表演戏剧科，他在学校那个舞台。他就跟我讲过，哎，你看那个录音室怎么样，那个副控怎么样，他自己都碰过。所以其实国外也有这个传说，不止国外，就是你今天一开头，因为我听的鬼故事很多，很多未必会从我嘴里面变成一个可以传颂的鬼故事，但我听很多就是这一类的表演场地非常多。对，为什么？因为剧场第一个本身是常年不见光，它就是一个黑盒子，跟电视摄影棚很像。对，所以它完全不会有照射到阳光的时候，所以那边就比较容易像刚刚耿先说的巨阴。那阴气比较重，你们4个都信？算是都信。我信，但是我没有碰过，实际遇过，然后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自己有一点点那个体质 ，OK， 也有点易胖体质。对，除了易胖体质，你找那个易瘦的人哦，稍微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对，然后找一个易胖，然后但我也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我当然看不到，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能量。就只要一旦进去有一个地方比较沉重，我的整个心会沉下来，而且会有一种好像我被压迫的那种感觉，然后会头容易晕，然后甚至会起疹子。对。然后因为刚刚回到剧场，就剧场是容易聚阴的地方，然后再加上那些东西都喜欢看故事，都喜欢看戏、看热闹了。对，看戏，所以他们其实等于那边是他们的天堂。哇，我不仅照不到阳光，我还看得到免费的戏。所以他们就常年就1传10、10传百，大家都会在那边。而且礼拜1到4都没观众，他们在里面很开心。对啊，他们可以开 party， 对，可以自己演戏。因为我们通常如果不演戏的话，那边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对，所以不会有人在里面，也不会有什么管方，因为管方通常都是要演戏我才会进去。对，那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真的中标的一个故事。这个剧场不晓得，所以你现在还会花钱去嫖妓？中标了，现在确诊一样。那个已经电烧过，那个中标是另外一个，对，我中过。洋剧场，这个不晓得可不可以讲那个剧场？我讲出来，如果不合适再帮我逼掉好了。没关系啊，你讲的他也不会怪到我们，无所谓，你可以讲。就在台北的一个剧场，对，然后那个地方呢，它的演出的休息室是在地下室。那演出的舞台是在上面，所以我们等演员在底下梳化完之后，我们必须爬了一个小的楼梯上去，准备要排戏，是专门后台进出的楼梯。对，后台进出。我知道是哪个剧场，对，知道哪个剧场。然后那一阵子，我刚好有去找一个老师，会定期的帮我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常年在剧场嘛，所以找一个老师帮我把身上一些晦气给清掉，所以我那阵子特别的干净，就像去牙医洗完牙之后。特别容易卡牙缝一样，就特别的干净，整个人特别洁白亮丽。对，特别洁白亮丽。然后那一次就是在地下室里面准备要踏到1楼的时候，就走那个楼梯的时候，我走到一半的时候，感受到一种气流突然间贯穿我的心脏。虽然这样讲有点抽象，但很像是有人走到一半突然间推你一下，我走这样，突然间就丢了一下，而且是往后有点要站不稳的感觉。但你确定不是舞台后面的某些怎么？冷气啊什么的风压都不是，你确定不是？都不是，而且那时候都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一个而已，因为我就最后一个要上去彩排，然后就这样了之后，我一刚开始可能就像威明哥刚刚说的，就可能以为冷气啊、风压啊就不当一回事，但是我上去彩排之后，越彩排越无力，
很像那种吃完重度感冒药的感觉，全身无力，然后全身有点要整个意识像是要沉下去的感觉，很像我即将要睡着，但是我要硬盯住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还有一场，可是舞台上你是最后一个上去，还有别的表演者。对，那时候有别的。的表演者。然后我在跟他们对戏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觉得无力，然后全身一直有点发抖，然后一直发冰、发冷、发冷的感觉，然后就有点像是我在胃刮的那种感觉。然后精神非常的脆弱。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说啊，可能是不小心感冒啦，或者不小心今天状况不好还是怎样，然后头蛮晕的。等于那一场戏我做了我演了90分钟。我忘记我在演什么，我的意识必须撑着，苦撑着在那边才有办法知道说，我不让自己完全的睡着或倒下，我等于是苦撑了90分钟，就身体状况这么糟，就对了。非常的糟，很像真的是重度感冒的样子。然后隔2天我就马上去找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一看到我就说：“哇，你的心脏现在寄宿了一个1000年的束腰，附着在我的心脏。”你都什么都还没说，我都还没说，然后就附着在我心脏。他是这样的姿势吗？这么漂亮，就是这样抱着，相当有美感。对对对，心脏比较大颗，对，就这样，我心室有肥大的，就是这样抱着我。然后他说他没有恶意，他只是因为我太亮，因为被老师气，所以他说他待那剧场已经待了太久。你本身锋芒太露，就不靠近你就不觉得对不起祖先。对，应该是说他想要借着我的身体来修行。他知道有老师会帮我，就让自己沾一点好的啦，对对不对？就像我们就每次去选妹都选这个最年轻的，你被挑上了，我被挑上，哇，我被挑上，你在鬼的那个眼光是正妹，哇，我是红牌，哇，所以得1000年里面他挑上我 ，OK， 然后他只要就想借你的气场，对，借我气场，然后给老师收起来去修行，因为他其实待在那剧场已经有点像是地府灵的角色了，他一直只能待在那边。刚好你可以让他离开这个地方，你就有点像是计程车啦，对，计程车坐的你就先走了啦，对，他也没付钱这样子。只是司机比较累一点，顺风车，而且还让我那么累，对，司机太累了。对，然后他就这样记住，所以他其实没有任何恶意。但是那一阵子我就非常的明白，就是说，哇，原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有那个体质，但是我没想到我第一次碰到就是那个时候。那老师怎么帮你处理？处理完以后有事吗？处理完之后就身心就变得蛮轻松了，这样。对，就没事了，就那个束腰就带出来，因为有时候怕的是你附着上去的是有恶意的。例如说，如果有恶意的是，例如说你上辈子欠他的，对，他带着什么黑令旗来索命的，那个就很麻烦。可是这个不是，这个就单纯只是他只是借我身体来去修行，所以他没有任何恶意，没那么凶恶，对，没那么凶恶，对，所以那一次我第一次碰到，我觉得我不仅身心灵都感觉到，原来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存在，更相信了，对，更相信。你从这次才开始相信。应该说以前我觉得有点相信，只是就会觉得说，可能只是会想说，只是头晕、没那么坚定的相信。对，只是头晕，然后只是起疹子而已啊。是像我有时候如果去场勘到一个不好的剧场的时候，我进去也会让你觉得，你所谓不好的剧场是玄学上的不好，玄学上的不好。OK， 就是明明是大太阳，下午2点大太阳，可是那个地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外面是白天的感觉，没有温度，没有任何温度，没有任何温度，而且没有任何光线，没有任何。可以说阳气的感觉，然后那个地方，一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压迫感重，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你推出来，就说，你不要擅自来到我们的领地哦，我把你推出去。那一天，场勘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全身这辈子第一次起荨麻疹，而且是全身起，之前没有过，之前从来没有过，全身起荨麻疹。那当然就去看个医生，拿个皮肤科药吃一吃就比较好。但我从此我就不敢去那个剧场演出。那这也是你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荨麻疹吗？唯一一次荨麻疹，我后来都没有起荨麻疹。那一次我有跟他一起去，可是我就没有事。对，他就没事。然后，那你在剧场，你也经过这么多剧场，对，但你真的也认同他讲的，就是你们到剧场你都觉得怪怪的。没有，我是都没什么感觉的体质啦。对，他是完全没感觉，因为你的八字是不是很重？对，我八字有5两3。所以你们这么多年来，就是你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到每一个剧场都觉得操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完全没有。对，那你们呢？很容易会问我说：“这个剧场对吧？”我说：“没有感觉怪怪，那就是对的。”对，前阵子录影，我女朋友甚至也有这个体质，就是她只要进去那个地下室休息室的厕所，她就会开始头晕想吐，然后一出来那个厕所就完全没有感觉了，然后再一进去就马上开始头晕想吐，然后他还叫我去试。我想说，那你的体质是不是叫你去试他女朋友？对，不是叫我进去那个女厕所。对，结果呢？就我是还好，就代表可能我比他女朋友再更加的
八字再更重一点。或是那个厕所里面是个因为色鬼，是女厕，所以对啊，他对你没有。对女生你要扮成女生样子，然后再试。这样子进去，对，露奶这样。对，然后再穿短裙这样。那两位呢？没有我们也都是我算是有对他遇到蛮多的，你遇到因为我八蛮多啊字很轻，我才2两多而已。所以你相信是因为你八字轻，所以很容易应该是碰到说我很容易，我也是会有感觉，但是我会就是像起鸡皮疙瘩，像现在就有了。就是你要讲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真的超明显。对啊。然后因为我们以前高中也是，我就读戏剧班嘛，然后我们地下室有个剧场，那个剧场我们高3的时候演毕业公演，就是演跟鬼有关的题材。然后呢，我们又忘记拜拜。那有一次我们在上国文课，因为有的人会出公差嘛，就去装台啊、弄灯什么。那群女生哭着跑回教室，说我们遇到鬼了。然后直接讲出来，说我们遇到鬼了。对，他说小剧场闹鬼了，就是像这种灯，它自己会动。这不是电动灯哦，不是电动，就是它是锁起来那种。然后我们有人问他说：“你们是有事情要跟我们讲吗？”然后这样摇。然后我们的天幕啊是贴在墙壁上，就是小剧场的最后面白色的。他们说看到有人在那个白布后面走。有人影这样走，它其实是贴着墙的东西，对，它是贴着墙的东西，然后就有人要去摸，结果摸的时候发现是陷下去软的，可是你掀开来的时候是墙，就是摸得到东西，摸得到东西，为什么是这样抓？不是干你变态，他摸下去发现，为什么布是这样软进去的？然后那一次他们说他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怪，因为我们小剧场没有开冷气，进去里面超冷。然后他们赶快把门打开，想说让外面的暖空气进来，里面一直都是冷的。然后后来才讨论到，才发现我们没有拜拜，全部都没，整个剧组没拜拜，然后才拜拜。可是后来因为可能是演鬼的，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我们在演出过程中还有人中间中邪，然后就到休息室，然后还有在表演的过程中，他就昏倒，中间那个暗场的时候他就昏倒，他说不行昏倒，然后。他就被拖到休息室，然后我们班有一个那时候信基督教的，他还在那边大声喊说什么“恶灵退散”什么什么的，越喊我们越可怕，越喊全班都越怕，越毛。那个是我们全班集体遇鬼的一件事。那个中邪之后他是昏倒还是他就昏倒他就昏倒在那边这样。他醒来之后有意识吗？就是没有，就是他忘记也是就是前面刚演了什么他都忘记。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哇。那你们那个表演应该分数很高吧？那个有加演呢，我们那一次还有加演，那算是我们那个复兴高中，因为我们是第5届而已，第一次毕业公演有加演，因为票房太好。是因为有那个人昏倒，加演第2次被校长骂，你上次不是有昏倒吗？为什么没有了？我就是喜欢那个昏倒昏倒那演技太好了吧？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感觉好像是在那个瞬间让你们班感觉到。那个空间就很魔幻，对，全班一起集体感觉到。对，因为那个一般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我们摄影棚里面的灯哦，任何摄影棚，哪怕它剧场有多小，因为我们灯的目的是为了要照亮舞台，然后让舞台呈现某一种感觉给这个台下的观众，所以大家不太知道，就是我们这种专业的灯具哦，当然它会动，可是一旦我锁好以后，对，它就很难动了。对，它就很难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到鬼故事说什么灯动了一下掉一下什么有的我就碰到有观众觉得关灯那个什么了不起，不是，那不是你家里的灯，那是我们专业用的灯，它会不一样，我们接触过就会知道。对，他会以为是冷气吹的还是什么，那根本就吹不动，锁很紧，对，那个都锁很紧啊。之前我们在剧场里面有个禁忌，就是不能够演鬼系列的东西在剧场里面，所以什么意思？不能演？像刚刚那个木森讲到说，他们有演鬼的故事嘛？鬼的故事在剧场里面是我们以前被教育是 NG 的之前绝对不能剪。我们可以有这个题材，不可以。我们之前待的剧团，在我们进去之前，他们有演过一个冥婚的段子，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是有拜拜，可那时候在演戏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出车祸，演员2个出车祸，然后出完车祸之后换了2个上去，那2个再出车祸一次。哇！
等于4个出车祸，然后导致那一场戏好像只演了1场而已，紧急下架，保险公司都不敢。不敢保这个剧团的，对，就一直出车祸，所以他们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演鬼故事。他妈一直有人找我要去演鬼的舞台剧，没有，那只有他们剧团，因为我也没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不能演鬼，只是你要特别，比如说带红包在身上，要拜拜然后要拜拜。哎，那你们4大天王2个有碰鬼的经验，这个还常碰，你们2个是没有这种，没有。那你们不会觉得很烦吗？烦，为什么会？听我们那边胡乱这样？可是我们是相信的。因为以前就很久以前，演艺圈有个歌手，女歌手，她是阴阳眼。哦，那你觉得她阴阳眼关我妈的屁事啊，对不对？你就觉得没什么。我跟你讲，她就很烦。就大家都是同事，你总有机会，比如说我们这边录完，你等一下去哪里？要去中视啊？哎，我有一中视，我顺便带你过去。我们很多这种机会嘛。你知道，在那个女歌手是这样，就以前我们大家会跑校园，主持校园演唱会，然后呢，常常大家就收工了，就一起回台北啊。我有开车就坐我车之类的嘛。那个女歌手常常就是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她突然开，她也不叫你啊，她说你让开，就突然就在前面让开，对，就突然来一个这个，然后你看她靠腰，她也没有在看你。他不是叫你让开，那他也知道你不会碰到他，不会有什么事。可是沿路就是，因为就是不要坐在那边哦，不要坐在那边哦，下来。然后你开车你就觉得，所以你开车你就觉得，不是嘛？可是就算车子开过去，真的穿越他也不会怎样。那他为什么一直要叫他让开？不，因为他看得到，你就直觉上就会觉得，就好像说，反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结束了，大家往外走。啊，假设我有阴阳眼，看到一个人蹲在那里，其实我们过去不会怎么样，你碰不到他，他也碰不到你。可是有的人就会反射，那个脚，他会给人提醒你，对，这是人性的反射嘛。所以我刚刚就问你们，就你们俩不会觉得很烦吗？一天啊，干过来呀，可是他们没有敏感到这种程度。对，那我们如果有一天突然间，从肩膀上面下来，肩膀下面下来，但有曾经有过发生什么，然后你们不敢跟我们说的吗？应该没有吧？那我可以讲一个。我们有一次换新办公室，2年前换新办公室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跟我们的一个幕后的小编，我们一起去看新办公室。然后看那个区域位置都非常的好，然后非常只是探看，还准备要租那种。对，准备要租，然后我们就去看，然后看完整个都非常好，他们也非常喜欢。然后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件不要。有吗？你有印象吗？我有印象。对，我就说这件不要。他说为什么？我说不晓得，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到时候他们也相信我，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空间很奇怪，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外面是亮的，但里面的采光不晓得为什么，你就一定得开灯才有办法整个亮起来。那不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一点让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哇，那个鸡皮疙瘩整个立起来是那边莫名其妙摆了一个神明桌，没有神明，应该是请走，但就摆一个很传统那种神明桌。我想说没事，为什么摆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他那个地方刚好是正对一个人家在说的是一个什么风水，就是一个正对着外面，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好怪，就所谓的路冲之类的，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好怪。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是我真的想太多，我想要靠近看看，然后我就越靠近，我就觉得又来了那一股能量场，有把我往外推的感觉。对，他们那时候也觉得真的假的，因为价钱也蛮公道，然后坪数又更大，然后那个离捷运线还好，但就是整体环境都非常好，但就很怪。到最后相信我们就没有住那个地方，好险，对，好险。但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迟钝，你也没有被鬼压床过吗？没有我最近才听一个朋友被鬼压床，他在家里，然后他是做医美，然后跟他老板去庙里问事情，是他老板要问，可那个庙公就一直看着他，就算在跟他老板讲话，一直看着他。然后最后他要先走的时候说：“你等一下，你回去把这个八卦镜放在床头，然后符水喝下去，因为你现在状况很糟。”可是他从来不相信这件事，他也没做，可他的心脏就一直在痛，然后就也睡不好。然后后来再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不是都没喝？你心脏也在痛，对不对？你一定要喝。”哇，哪间庙我也要去。哇塞，我还没问他，就后来他就被鬼压床，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股票赔了30几万，然后在公司又过得不顺利，所以他被压的时候不是害怕，是很不爽。我都已经这么衰了，我还住在家里，还要压我。那时候他就用手这样子摸他的肩膀，然后直接抓住来，他抓得住哦，真的抓得住，然后直接扯过来，是一个烧黑的胶手，然后他就抓着他，然后他感受到对方想挣脱，可是他就很生气，然后不放开，然后
后来他的烟就散开这样子。哇，像萨诺斯一样的，对，哇，他是暴涨是不是？他是原本不相信的，他原本不相信，他觉得喝浮水很瞎，觉得那个浮水感觉不知道的，脏脏的啊，或者什么臭臭的，然后来路不明，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我喝这个很奇怪。后来他被压那一次，他就喝了，然后就没有再出事了。还是因为他给他抓的那一次，他也吓到了，也居然有人不怕我，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然后还有第二次被手拔掉了。第二次被压好像是他侧睡，然后就有脚踩的感觉。还有第二次被压，他不会搬家啊？因为那是他家里，他跟家人一起住自己家老家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很少听到老家会有鬼压床。对啊，所以他就特别生气。我都已经住在家里了，那时候好像是如果有养过猫，就知道那种猫踩在身上的感觉。但他没有养宠物，他有抓那个人，你知道吗？他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踩在身上，然后他转过去看是一个小女孩。哦，小女孩，他都还看得到。对啊，就不知道怎么看得特别清楚。而且他完全没碰过，然后第一次碰到就直接这么完整的被压，还看得到，还抓得住。对，大家从此之后就很相信了。他就觉得很相信，然后他有跟一个什么他前同事的男朋友吃饭，然后他前同事的男朋友是会看气场，我也有兴趣想。我也要，请他约一下。好，就他完全看得出他现在气场状况是怎么样。颜色嘛，对，那个好屌。然后他被压那一阵子，他就看得出他很黑的，很灰黑的颜色。那他解决完之后，他气场还没有再约第二次。但其实鬼压很容易就会被用科学解释掉，就说你那个气势太弱啊，什么神经筋软的。对啊。但我自己也有被鬼压过，我知道那绝对不是神经筋软。对，绝对不是，因为我是那一阵子被太长被压到，他要来压我前，我前一秒就感觉到，我睡觉，然后就忽然来了，然后他就轰这样进来，然后就被压住，不能讲话这样。很长，租的地方还是住的地方？在住的地方。可是那一阵子是因为我刚好有一些社会事件被抓到，然后呢被关在那个牢里，就是不干净地检署费。出来之后我常被压，那个月超级常被压的。所以自己会感受到1秒前就已经感受到像地震一样。对，一开始都觉得是神经衰弱，就怎么最近很常被太累的感觉。然后到后来开始是有时候睡午觉睡会听到在我耳边这样这样，然后或者是要压之前你都知道了，从这里来你都知道，你都已经会期待了。不期待，超级可怕的，全身都不能动，全身不能动啊，一半不能动，全身都不能动。多久？大概多久？你会觉得你好像很用力的要叫出声音，可是你叫不出来。可确定那时候还是醒着的嘛？我觉得我是醒着，可是那时候是贝拉睡在我旁边，我跟他说我刚刚一直叫你，你为什么都不理我？他说我没有啊，他没有听到我叫，可是其实我叫超大声，可是你的身体都动不了。哇！发不出声音，然后你要发出声音是用尽全身的力量才可以发出一点点，救我！哇，很可怕可怕。我也上节目碰过那种医学界的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医学界当然他们讲法，医生已经国外有定论嘛，说他有自己的讲法。可是真的，我就像你一样，你没有碰过的人你都会觉得他可以有医学讲法。可是我真的碰过，而且我碰过不止一次。就我们刚刚讲的状况都合理嘛。都可以用医学解释嘛？你在睡嘛？你已经在睡嘛？我讲过一个，我就快讲完。当兵的时候，不是我，是几个演艺圈的朋友在义工队当兵，所以那几个演员，这上下部的当兵的，全都是现在的老演员，一个中午吃完饭回来，部队有午休，然后吃完饭回来呢，这有一个呢就已经睡在上铺了，就有一个艺人，他已经睡在上铺。睡在上铺没多久呢，就另外一个睡下铺的人回来就坐在下铺就开始弄东西，准备要躺下坐在下铺上面就会被摇醒，然后下铺这个一进来以后，另外一个对面下铺的人也进来，然后他们两个在聊天，他就被摇，就想说靠腰，你们在聊天，那我就不睡了，我就起来了。他本来在睡觉嘛，他坐起来，所以对面那个下铺的人跟这边这个下铺的人都亲眼看到他已经坐起来，然后把身体移出来，两个脚已经垂在床板外面，准备稍微屁股抬一下，一跳就落地了，对不对？他把两个脚移过来，都已经垂在床边了，两个脚嗖砰打回去，
然后因为声音很大，动作很瞬间嘛，太快，这不正常嘛。你看一个人脚垂下来，砰就上去，所以2个人同时抬起来看，那个人就躺着直挺挺，完全不能动，眼神是飘过去看那2个家伙，所以那个2个家伙一看就，干你娘鬼呀！给你照，还走了，太坏了吧！2个人就走掉了，留他一个人，太坏了吧？对那你说这个，然后问他的状况嘛，他也是，他睡觉都没事，听到他们2个在讲话，就真的很单纯，只想说，干你们2个人吵成这样，我也不睡了，我要下来跟你们讲话。他一坐在床边，他就觉得就跟我们讲的鬼压的那个感觉就来了。那像你刚刚会提出那个疑问，你们会提出疑问，说，他靠近一感觉你就来了。我们人都会忽略一个东西，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叫皮肤啊，皮肤是一个器官，它是一个最大的。就我们的同学、同事、女朋友什么，即便在你的视线范围靠近你到一个程度，你大概都会感觉有一股气的那种感觉。对，你大概都会感觉。所以我们开冰箱，我们通常开冰箱一开了就东西拿了就走了。可是你开冰箱只要能够超过2秒，你大概会觉得那个寒气，对不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寒气进来。有的时候冰箱忘了关，你进厨房待一待，你都会觉得不是啊，这边都是热热的，怎么这边有那种不正常的寒气？我们皮肤会感应到。那我就觉得鬼压这个东西哦，它绝对是一个外来的力量要往我们靠近，那你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到？对。说真的，因为我是属于有经历过那个千年树妖事件，所以我很能体会他那个感觉什么，因为那个也是莫名其妙，就他就是一个能量波冲过你的。对，那你在剧场也跟他一样嘛？就是所有剧场你都觉得怪怪的？我没有到那么，就是我不会有那种沉重感，可是我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太干净，我会感觉到，我进去那里面，我就会觉得我要离开这里，但是就是会怕怕的，从来不会影响你任何事情，不太会。而且我还是会，就算我比如说去这个厕所，我会觉得不干净，我就是会还是得去嘛，就是心存一个善意，就不好意思，我没有要那个，对，没有要打扰你们，只是借个厕所。我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地方，我觉得有怎么样，老子又不住这。对吧？我就是来待一下就走了嘛，各种理由来一下就走了嘛。就哪怕过夜，我们常常外面住饭店这个地方有鬼什么，我就会装不知道。因为我总觉得他妈老子第2天就走了，你跟我闹什么？我也没有要找你。对啊，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也很怕被打扰，他们也很怕你知道他。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社恐。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人的阳气是比阴气。硬要讲是还要再重一点的，起码2个的对比很强烈，对，是压得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很害怕，就是受伤，对，受伤或者是你看到我，你是不是想要对我做什么？因为他比你更害怕你是不是要害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我不想要，就突然间我住久，然后突然有人要来拆我家，这也很奇怪。跟你讲的好像爱情也是这样，对不对？大家都互相猜他会不会伤害我？木生是不是有一个在泰国住饭店很恐怖的故事啊？但不是泰国，那个阿喜的妹妹这很可怕，这很可怕。他去泰国回来，然后整个人变超怪。阿喜那个很那个阿喜，对，吴尊的女朋友。你们是把阿喜把不到，就干脆把他妹妹是吧？没有啦，我们是因为我们之前一起演出，所以我们对。然后他妹妹就是从泰国回来之后，整个人好像失了魂这样。然后他们带他去看医生，什么也都没有这么严重查不出来。对，检查不出来，就是严重到你回来，大家都觉得你不对了，我要带你去看医生。超级不对啊！他说他洗澡他在外面，阿喜在外面听他妹妹洗澡，洗完那个莲蓬头是有开水声，可是没有洗的感觉，就是没有冲到什么东西的感觉，就是一直有莲蓬头，然后他就开门进去看，他妹妹是坐在那个莲蓬头底下，然后这样在水一直冲，然后这样。然后没有泼到他，就只是好像有泼到他，但是他就是坐在那边不动啊，就没有在洗澡。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去找你的那个老师，然后因为也是人家介绍，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的那个什么几魄三魂七魄有几魄不见了，他要去帮他找，然后跟他们约说就是下一次再来的时间。结果他们下一次要去找老师的前一天，他妹妹忽然就是阿喜在睡觉，他忽然走到阿喜的床边，然后就这样看着阿喜，然后就问阿喜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吗？”这样，阿喜说：“好啊，那你就睡我妹妹嘛。”对，妹妹嘛。然后后来，所以他就奇怪，后面的妹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转过去看，他妹妹在跳舞，而且是
他说他那个身体超奇怪，他是跳这样，然后是很像是人把他的手提起来，有提线木偶，有点像提线木偶的感觉。对，然后在下跳舞，但是躺着跳，躺在床上，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就那阵子他就很气他妹妹，反正他都会骂他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冷静下来之后，他就继续睡嘛。后来那个他妹妹就在后面跟他说，假设阿喜的妹妹叫阿朱好了，好可惜哦，明天阿朱就要回来了。因为隔天要去找老师了。现在不是阿朱 What the fuck？ 对啊，就他身体被占据，然后他说好可惜哦，明天阿朱就要回来了，就要被赶走了。就要回来了，就是他妹妹就要回来了，好恶，很恶哎，他喜欢超级恶哎，那个跳舞的画面很诡异。他说就是很像泰国舞，然后是被提起来的。呀，就是不是自愿的哦，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甚至连身体都是被操控的那种感觉。对，哇，超级可怕。那你说后来去找他的老师，对，找那个老师，就是因为他们先约好了那一天要去找老师，所以找老师的前一天，他妹妹说了这句话，阿朱要回来，说明天阿朱要回来。而且他也知道要去找老师，因为他第一次去，他就是知道老师在那。那还不能控制这个身体，不要去找老师吗？应该不行吧？没有到那么强的。没有，因为你没有碰过，对不对？其实很多的这种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会跟这个人哦，他是知道的。就像刚刚前面讲，这个人他有一个老师是我如果接近这个人，他最后会帮我送到这个老师这里。对啊，其实那个老师那时候也有讲，因为我也有一阵子去找他，他说因为你常来亲，他们都会知道你很干净，对，所以反而你很容易被跟。对，而且这种说法是我听很多宗教人都是这样，就因为他是很虔诚的信徒，他反而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对，他不一定是佛教或是道家的，也有很多那种基督教的就因为我知道你没事就会去教堂，所以我就跟着你，然后你去教堂做礼拜我就这个牧师就帮我处理掉的。对，很多人会这样搭这种顺风车，所以其实这种也不算是有恶意，他只是想要有一个通道让他去更好的修行，不然他一直待在原地好像也不太好。其实你提到一个千古的疑问，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就是鬼跟人的意图是什么？那你刚前面有讲过什么黑令旗什么？那是我跟你有姻缘，就是可能命里面你欠我什么，或是我怎么样，我们有那种姻缘可是没有的呢。所以我也一直在探讨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碰这个漂亮女生，我可能永远追不到她，可是也许我在某一次在西门町逛街，我也许曾经跟她擦肩而过，对吧？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对不对？那可能在日后的某一天，我们有机会在什么地方，在夜店不同的环境碰到，你接触的场景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像机缘。有频率，有时候频率就刚好对到了。对，就是即便像我很常被人家开玩笑问到，文哥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要碰到鬼啊？就鬼也没那么忙嘛，就鬼也没有那么忙，所以一天到晚就碰，我就在家里等你。他回来了，给他看一下，给他看碰一下。他看电视有点久哦，就鬼也不会这样，所以大概都是有一个因缘。那种因缘就像是你今天在路上不小心，也许肩膀碰到一个人。对，可能大家连对不起都没说就过了，可是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事情，可是如果它是一个玄学很难理解的事情，它就会让我们记忆深刻嘛，对不对？比如说像刚刚那个他刚刚提到，就是对我们在怕冷的人，我们偶尔碰到，我们都有那种机会，突然来一个风什么，对不对？很多的场景会突然来一个风什么。可是这个有一天，万一突然来一个风是像鬼这样，我觉得身体就进去你的身体，对，或是穿过你的身体，你说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吗？好像又不一定，好像也没有，对不对？我们去夜店把妹，哪有说，为什么把这个妹没有，因为她特别好上，没有吧？我们都觉得，看那个，我觉得很正，那个有什么正的？旁边那个才正，对不对？每一个人的频率都不太一样，对，想法不一样。所以台湾这么多剧场里面，你碰过的哪个剧场？你觉得那个剧场是他妈最恐怖、最阴的？我自己如果要讲，反而不是刚刚那一个，而是那个西门町那边有一个剧场，红楼嘛。对，不是红楼那个，因为是它是有历史，对，历史有名的，有历史定位的，历史认证的。因为那也是我们之前在前剧团的时候，在那边，因为我们每次演完之后会在那个观众席那边开个检讨会，小的检讨会。那一次就很特别，是那个灯啊，插头什么全部拔掉，而且我们就亲眼看到那个插头那个灯是没有连接插头，
然后我们就开检讨会，检讨到一半的时候，那灯就突然间亮起来，然后亮起来还这样，还闪了，对，还闪，然后还像是在打摩斯密码一样在，然后因为那一天刚好管方也都在，管方说不要理他哦，不要理他哦，他只是在玩而已哦，不要理他。就有点半对空气，半对你们讲话的感觉。因为我们一定会被那个场景会觉得吸引过去，说哎怎么了怎么了，那个是不是插头没？可是对，或你越去理他，越去探究他的科学，说哎插头不是拔掉吗？为什么还要这样闪？那个人反而会开心。因为他好像被注意了，对他被注意了，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让你们获得注意，就是我在玩，你有没有看到我啊？然后闪啊，而且还不止一盏，还有好几盏一起亮，然后就叮，然后全亮，然后亮到最亮之后，就突然间可我没印象啊，没印象吗？这个我印象超级深刻，他也在现场，对，我们3个都在，我在吗？你有印象吗？我完全没印象我有完全没印象，其实你们这种才是对的。你们这种才对，我常常跟他讲，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有鬼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装不知道。像你们这样装不知道是最好的。对，不要太在意。不是因为他刚讲那个非常有道理嘛，就是你人变成鬼以后也是这个逻辑，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嘛。对，你看小学的时候有2个人在吵架，没有人管他，很快就没事了。人家过去买了，他怎么样？买了，这人你只要越劝我越买不行，我他妈要跟他没完这样。和事佬反而变成事主。对，其实鬼也是这样，而且鬼啊，就是据我知道，鬼几乎没有办法动到任何东西。他如果要动到任何东西啊，他要练习很久，或是要很使劲，或是怎么样？真的。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我现在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一个来宾，他其实只坐到大概这里吧，这个椅子大概到这里，就是大概到这个位置，那他就把这个水杯啊，就放在旁边的地上，我们给的水杯一个瓷杯子，就放在这地上，我坐在你那个位置，旁边还做一个纸悬这样。只有他没看到，我们旁边还有一对工作人员，我们都亲眼看到他已经喝完一个空杯子，就在旁边角落。你是亲眼看到他就在这个位置，没有人正常碰到他，那杯子就这样倒掉，跳起来倒掉，先跳起来，先跳起来倒掉，他跳这么高，他跳这么高吧？真的跳起来，那个录到吗？什么杯子？那个没有录到吧？我的水杯，只有录到杂音嘛？对，只有录到杂音嘛？他很重才跳起来。你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那我也有一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宿营，那一次是我真的觉得那整个感觉很怪，就是我去参加大学宿营，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大4，所以我是顾问的角色。那顾问的角色就是要守夜，就大家全部都睡着的时候，只有1-2个顾问必须留在营本部，然后守夜。然后那时候大家灯全暗。然后就在那边守夜，然后刚好我的另外一个顾问身体不舒服发烧了，所以先睡觉，所以等于只有我一个醒着。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差，就我一个醒着 ，OK 啊，我就念书啊，因为我那时候考研究所，就念书啊。然后在念的过程当中，不晓得是太累还是怎样，我觉得越念那个感觉越不对，而且也是有压迫感，压迫感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件事很反常的事，在守夜之前，我跟执行官通常都要去整个营。去巡过一次，然后有营本部嘛，然后外面是帐篷，所以我们等一下出营本部去巡帐篷。我们要在出营本部之前有一个门，我们就一直听到有小队员，就还大一新生在那边吵，就还在那边吵，然后都已经11、2点还不睡觉。然后我就跟执行官说：“我们去巡视一下，然后管理一下秩序。”然后就在执行官把那门推开那一瞬间，刚刚在耳边还在听到，就这么近哦，安静。没有任何一个人，然后哈哈哈哈的声音跑到远处的操场。等一下有越来越远吗？对他因为执行官会背那个执行带，其实执行带是真的有威吓的效果，所以才需要背那个。推开，他跑到好开心哦，对，他跑到远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毛了，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想说算了，还是要鼓起勇气，就稍微巡视一下。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小队员出来，大家都在睡觉，所以那个声音绝对不是小队员传出来，因为哪有那么快？一打开马上躲进帐篷里面睡觉，哪那么快？没那么快。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就让执行队去睡觉之后，我就一个人守夜。守夜过程当中呢，我们那时候有没收手机，在一个小纸箱里面，在另外一侧，突然间。没收手机的那一区，听到，
又是刚刚那种声音，类似小孩子讲话啊，然后有带着一点电波，就有点像那种广播收讯不好的样子。但声音很小，对，声音很小。然后就在那一区，我想，我那时候还没想那么多，想说是不是有人手机没关，我去把它关起来，不然怕吵到人家睡觉。走过去，发现所有的手机都关机了，全部关机，没有任何一个闹钟什么响，而且是关机，又不是那种飞行模式，全部关起来。那时候我觉得不太对劲，我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我一定要赶快回来，然后待到早上为止，因为那时候已经半夜3、4点了。然后就待着，书也念不下去了。对，那时候要考研究所，完全念不下来，一直冒冷汗，一直冒冷汗。然后突然间3点到4点的时候，嘣，一个声响超大声，嘣。然后我往门口那边一看，我们那个不是都会有那种水嘛，那种几千 CC， 2公升，2公升应该更不是啊，5000 ml 的那种，5000 ml 那种，现在装汽油桶那种，我们排站的大概5个桶，都是装满水的哦。其中一个桶没有任何风，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那个桶直接是倒下来。那个是你用踹的都不一定把它踹得下去，直接倒下来，然后水流出来就啵啵啵啵啵。然后我坐在原地，我也啵啵，你也流出来了，落赛了。我完全不敢去看，我想，然后一切的一切等天亮再说，这是等天亮再说。然后整个结束之后，到了4、5点，真的天亮的时候，我那个另外一个顾问也起来了。我就说，你陪我去看一下，发现真的水漏了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破洞，它水不晓得从哪里漏，纯粹只是倒下来，但是那盖子也没有什么开，但都没有开，然后这个也没有开，就洒，就漏了一滩水，没有破洞，完全没有，然后盖子也没开，完全没有开，然后有水，有水，代表有人在喝水，不晓得，但里面是空的了，没有，里面是全满了。哦，你说，但里面的水有些流出来，但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全不知道从哪里流出来。哦，然后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露营场旁边就有一个厕所，曾经发生过不是婴儿，小孩子的凶杀案。小孩子，好像被大人吧，在那边淹死他。我靠！所以听说那个地方就是非常阴。然后最重要的是，都是事后回来大家才敢跟我讲。我在那边的时候不敢跟我讲。我坐的那个位置的后面，他们在布置营本部的时候，因为营本部不能让人家看到，所以在营本部外面要贴一个黑色的算是报纸，不要让小队员看进去。就有人在外面贴，有人在里面贴报纸啊，在外面贴在里面贴的人，突然间报纸这样，被人家像个碗一样用手指这样戳，古代一样从后面戳那个，对，然后没有戳破，就这样戳这样子顶到，对，然后人家说干别闹了啦，现在在忙，到底在干嘛？结果一出去外面看，发现是全部封死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没有人可以进去里面，手指不可能进得去，完全封死。然后他就这样，就像是一个像你刚刚那个有人在后面这样，然后那个地方往上看贴了3道符咒，不是你们贴的，不是我们贴的，往上看才发现3道符咒。然后最重要的是，往上一看，最可怕的是，虽然没发生什么事，上面都是那种石棉瓦，以前那种旧版的石棉瓦，然后好几个都是中空的，超级可怕，就是很怕里面突然间生出一个什么东西，哇，完全不敢往上看，就是这样，好像是一个天空中的地狱之门的感觉。对，然后那个礼堂非常大，那礼堂大概就是人家那种可以塞800到1000人的那种大礼堂，所以整个营本部在晚上又变得更加的恐怖。只有你们2个人，只有我们2个，然后一个睡着，只有我一个。哇，谁选的地方啊？这么可怕？因为那时候露营场其实没有太多，又如果要离学校比较近一点的话，哇！我那一次虽然说我没有像千年树妖一样是真实碰到，可那一次整个气场让我觉得就直接定在那边不敢动，真的是啵啵，超可怕对，那一次是我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整个冷汗直流。那次我刚好不在场，对你不在场。不是啊，你不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感觉？你在场你也不见得能感觉啊。可是刚刚说的都是有真实发生的物理现象，比如说水倒啦，或者是手机那个，我你想要看，可能我也听得到，我去看，然后手机也没开机，我就觉得确实我也遇到了这种。对他其实很想要，我没有很想要期待，他很期待，他在开放，我没有想要，只是听他们这样讲，我都觉得真的假的。对，真的会觉得真的假的。我跟你讲，其实这跟找老婆一样。你命里面有你就有，
哦，对你命令没有，你随便弄永远不会有。不要羡慕啦。而且说真的，我真的不要羡慕，我还蛮羡慕你们这种没有。哦，这没有不是永远你开开心心，就人家想吓你，你也吓不到你。至少我在精神面上面，我永远不会被别人左右，对吧？哦，对啊，对，我会神经兮兮的。对，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东西。而且你们今天讲的这个，跟我们分享的灵异经验呢，其实起码没有受伤啦，或者死亡啦，对，或者是车祸啦，对，甚至没有什么黑青，什么都没有很伤害。我觉得真的，你们就像我刚前面讲，你们让我看到的气场，就是热情有光的这种。所以你们大概也碰不到我们会听到那种很恐怖那种，真的很恐怖。对，真的很恐怖那种。但是你们讲的没有错，就是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碰到那种超乎我们的物理跟科学常识的东西，我们都觉得会印象深刻。对，但实话说，很多东西它未必真的鬼啦。可是如果真的碰到鬼的话，就像我刚刚前面讲，是你一定跟他有某种姻缘，但是不用担心是很大的不好的缘，因为很大的不好缘，你要不就住院垂死状态对，要不就是坐牢永远没有出来的那一天，你自己会感觉到运势的好坏，所以四位好不好？尽量保持你们表演热情，不管10年、20年之后，没问题，尽量保持你们表演热情。10年、20年之后，你们还是碰不到。希望你们还是碰不到。好的，但我希望你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大家有结缘，对不对？没错。拜托，赶快把漫才在台湾这件事情开宗立派，开宗立派，好不好？今天谢谢这个面白大丈夫，谢谢，赶快开宗立派，我再叫几个小弟去加入你们。真的要立派了。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维明幼幼，我们再次谢谢面白大丈夫，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维明哥，谢谢。